我用了2023年一整年的时间，耗费了不少元字，终于打造成了我身后的这一套梦想当中才会有的 Mini Studio 桌搭。从一开始的构思到逐渐成型，我觉得这一切真的值得。可以说，这张桌子上面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经过我苦心打磨和考验的结晶。我将它分为生产力区、充电区、情绪价值桌搭区和灯光氛围区。别的不说，今天我不仅仅会分享我这一套桌搭的所有的构思，还会公布一下这一套 Mini Studio 的总花费。在这儿呢，先提前声明一下，这一期完全没有广告，只是想给你的电脑桌搭提供一些小灵感。我是小马马克，欢迎你来到本次更新。首先呢，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生产力区。那之前我使用的这个电脑桌，相比较现在这个桌面的话，简直就是一个迷你版。不仅面积小的可怜，而且稍微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啊，感觉就要跟它说再见了，随时都要散架那种感觉。那有一天呢，我就心一横，决定给我的这个工作区来进行一个升级。而第一个被淘汰的就是我那个可怜巴巴的老桌子。那现在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新宠，就是智新家的双电机升降桌。它的桌板的面积呢，直接上升到了2.2米乘以80厘米，简直就是一个装载大王。那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旅行摄影博主嘛，出去拍摄的时间不算，最多的时候我就是坐在这个地方来剪辑或者是编辑文案的。那这个可以站立的升降桌，对于我这个曾经腰间盘突出的战士来说，简直就是拯救我久坐不动的良药。当然，这个良药也真的是不便宜啊！光是从国内运到泰国的运费，我就花了800块钱，真的是肉疼到心底。那桌腿呢，采用的是北美红橡木，榫卯的结构呢，保证了它的支撑性，还有它的稳定性。桌面用的是 PU 皮质，手感呢，我觉得还不错。不过有一个小插曲，就如果你放一个这个底部稍微有一点点凸起这个东西放到上边的话，时间久了它就会留下一个凹痕。那我是双11入手的啊，这个桌子花了我3820块钱，再加上国际运费，总共一共是4520块钱，确实是贵了点儿，但是也确实为我的这个桌搭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。那现在桌子上面的这3台屏幕呢，就是我工作时候的主力部队了。首先不得不说的就是我的主力机，苹果14寸的 MacBook Pro， 它不仅仅是我更新视频的原动力，还给了我超级流畅的一个剪辑体验。当然 Final Cut Pro 呢，简直就是一个剪片神器。我觉得像是 MacBook 这种品类的话，至少能够用上5年的时间吧。那么你的电脑已经用了几年了呢？可以在弹幕留言告诉我。因为我平时呢对于这个颜色校准是有相比较高的要求的，所以我在年末的时候就换掉了明基 EW2880U， 换上了现在这个主的显示屏，就是苹果在2022年发布的 Studio Display。那这台5K 显示器呢，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啊！对于那些什么4K 啊、5K 啊，简直就是降维打击。虽然有人说它11000的价格有点狠，边框有点厚，然后这个摄像头的像素有点低，但是你要懂得，在整个市场当中找到同等位并且能够跟它抗衡的屏幕，简直没有可能。那在我觉得呢，一台屏幕的颜值并不是它的最重要的一点，真正的高性能和准确的色彩才是关键。那组成生产力区的另外一个部分，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套设备树。那这一套呢，是集摄影架、灯光架、话筒架和电脑架于一体的设备树啊。一开始其实我瞄上的是影视飓风利剑的小隼设备树，但是价格一看，我差点当场把自己打骨折，就是接近3000块。那由于对比了很久呢，我最终就选择了这一款牛耳 DS007 设备树，差不多500的价格我就直接拿下了。现在桌面上面的摄影四宝终于有了它安放的位置。那它这个呢，分为底座支撑、主干部分和折叠臂。我一开始呢也很担心的稳定性，但是事实证明是我多虑了。超大的桌架再加上它的铝合金材质，不仅整个很结实，每个单杆呢最大的负载可以有8公斤，也就是整体的这个设备数可以承载最多32公斤的重量。你看现在被架在上边的这个14寸的 MacBook Pro， 一台 ZV-1 的单反，一个麦克风，还有一个40瓦的柔光灯，4个字稳如老狗。那每一根折叠臂上面呢，还会有这样的一个隐藏线夹，整体呢就是一个非常整洁的空间。
当然，这个也是我非常得意的一个区域啊，也确实是让我在创作上边有了更加的高效和专注的感觉。那么为了拍摄桌面的逼肉的画面呢，我就也顺便的买了这个同样是牛尔家的 ST008，它的安装原理呢跟刚刚的这个设备数是一样的，中心柱的承重呢是5公斤，其余的横臂呢可以各支撑2.5公斤的重量。像是这种运动相机、手机，或者是哪怕我的 ZV-1搭配一个不是特别重的镜头，它都是可以轻松的做到支撑的。那每一根臂的末端呢，都是可以去旋转的，和180度的这样的倾斜，可以轻松的实现不同角度的拍摄。那这款键盘呢是来自 Keychron 的 K3 Pro。那作为一个颜控，我对于键盘的颜值非常的在意。我选择的是这款75配列的白红版本，轻薄紧凑的这个设计呢，有几次我都是直接把它溜出门的，不会觉得有很大的负担。那在颜色搭配上面呢，白色是它的主色，再加上2颗低调的这种红色，这是一种极简又带点轻奢的这种质感。那背光设计呢是全白，按下 FN 加 W， 它会给你17种的背光效果，而且亮度呢不会很刺眼，所以在暗光下打字不会有那种眼睛被键盘吸光的感觉。那这款键盘呢还支持3个设备的随意切换，而且在电脑休眠的情况下的话，也能够快速的连接。最上面一排呢，这个是它的功能键，可以调节屏幕的亮度、音量大小，甚至还有截屏的功能。那轴体呢，我选的是它的茶轴，打字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很大的力度，很容易上手，声音呢也不会像机械键盘那样嘈杂。那键盘的手托呢，是长期坐在电脑桌前的必需品，尤其是这个桌子啊，我这个边缘真的超级无敌硬。那当初我在组装好它的时候，我感觉特别有成就感，我就坐在这个地方剪了6个小时的片子，结果到了晚上，我的2条胳膊就变成像2根拧巴的油条一样。我不知道是因为没有回血，还是肌肉在抗议啊，疼得我一整个晚上边翻来覆去在床上打滚。于是呢，我就去看了一堆人的测评，就搞了 Follows 的这个肘托还有腕托，结果用了2天我就扔在一边了。第一个问题是它的支撑性很弱，就感觉是你在攀岩，但是你一直找不到那个支点、那个着脚点的感觉。那另外就是它这个材质，接触到我的皮肤之后就会觉得很燥热。那后来呢，为了拯救我这2条挑剔的胳膊，我就搞了 Newfie 的亚克力手托。那超级简单的一个小玩意儿啊，起初我还有点担心亚克力会不会触感同样不好，但实际用了之后呢，我感觉它很温润、很细腻。那底部呢，4个橡胶的防滑垫放在桌子上面呢，超级稳。不过如果你的手有一点出汗的话，就会留下指纹或者掌印。那我试了擦酒精、擦湿巾都没有用，最后居然用眼镜布拯救了这一切，一擦干净如初。那一台电脑桌呢，最必不可少的就是它的供电系统啊，因为数码设备越来越多，包括给手机充电啊、iPad 啊等等等，都需要充电。那如果没有做好一个规划的话，就会变得杂乱无章。所以在这个区域的话，就是我的充电区。首先呢，就是这个特洛克的充电站，是我邻居哥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在这儿先再次鞠躬了。那这个充电站的造型呢，很像是小时候玩的那个红白机，就有一点怀旧，又有点新潮。那前面呢有一个宽幅的屏幕，可以显示一些参数。那它有4个国标的无孔插座，2个 USB-A 和1个 USB-C 的一个插口。那最高支持20瓦的输出。这个输出的速度呢，确实是慢了一点点啊。不过我看到很多的小伙伴都跟我有一样的这个问题，就有的时候呢，它会有这种丝丝的这种电流声。那发现之后呢，我心想，这得小心点啊，万一哪天它这个给我来个屋顶着火，我这可受不了。那于是呢，我就去咨询了一下这个客服啊，客服居然告诉我说，用电器它就是无法避免完全会有这种电流的声音。我就好吧。那我知道观众老爷们的投币、点赞、关注可以让这个视频火，但是这个充电站，我就请你时刻的保持冷静。因为充电大本营都在这个位置啊，所以2个插孔明显是一锅不够用，所以呢，我就又入手了2个闪极的氮化镓插头。那它的这个造型呢，复刻了苹果最经典的初代电脑麦金塔，有一点这种复古范儿啊。首先呢，左边这个是闪极67瓦氮化镓，拿在手里边呢，我觉得它很有质感，体积很小巧，不会占插排太多的这个位置。有时候我出门旅行的时候也会带上它。
最吸引我的地方呢，就是它上边有3个 USB-C 的接口，而且每一个都支持67瓦的快充，给手机啊、iPad 啊，甚至可以给我的 MacBook 去供电，确实能够感受到它这个起飞的速度啊。它这个前面有一个小屏幕，它不仅是一个装饰，它充电的时候呢，还会显示实时的充电功率，闲置的时候呢，就像是那个代码往下降落的这种感觉，颜值和实用性我觉得兼具，这一点上边我觉得很满意。那接下来呢，右边这个呢就是 Retro 35瓦的氮化镓插头，显然呢小小的一颗，但是很有分量感，很精致。整体大小呢还没有我的 Apple Watch 大。那插上之后呢，这个屏幕会点亮，它的颜色呢就代表着不同的一个充电的状态。黄色呢就是它的开机的标志，这个蓝色呢就是它的快充的标志。那这2根呢是它同款的100瓦的数据线，手感非常的棒。充电头呢分别是269元和129元，快充线呢是1根49元。但是这个充电区呢，我估计大家都避免不了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每一次整理桌面的时候，你总是发现线一放多了，它就会纠结成一团，跟那个织毛衣现场一样。有时候着急解不开，真想给它来一剪子。那后来呢，我就发现了这个磁吸充电线，来自 Mactim。那想象一下，当你不需要用它的时候，用手这样一推，它就可以很巧妙的收回去了。想用它的时候呢，拿上手就可以直接去使用。那叠放在桌面呢就很整齐。我甚至准备要给它去搞一个这个专门的洞洞板啊，可以直接吸到上面。那它是这种尼龙编织的材质，耐用这件事情呢，我觉得不用担心。其中一根呢是60瓦，适用于设备的快充；另外一根呢是240瓦，可以给电脑供电或者是数据传输的时候速度也是很快。出门旅行的时候呢，我收纳起来也是很便利的，放在包里边一拿一个准儿。这个真的是让我感叹，就是现在连充电线都这么自律了吗？就是要这么卷吗？那这块屏幕呢，真的要排在给我提供情绪价值的第一位。它是点音的64×64的像素屏。其实我一直在想找这样一个能够实时显示画面的一个屏幕啊。之前我一直用的是 iPad 来播放电子相册，提升桌面的情绪价值。但是呢，总是感觉它没有那么赛博世界。直到我发现了它。花600多买它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它有很多可以自定义的功能，可以通过手机的 APP 来去让它显示各式各样的一个动画效果，也可以搭配它的这个 APP 去进行一个绘画的这样一个功能啊，画出专属于你的这样的像素风的图案。那还有呢，就是我这样一切换，它就可以实时的显示我在 B 站的粉丝数，在抖音的 YouTube 的。那前天呢，我的这个 B 站粉丝开始向3万进发，我就一整个期待住，一直坐在这个地方等它更新。那看着它一点一点增长，真的有非常大的这种成就感，也会让我更想去努力，让这个数字越来越高。现在是2024年的1月6号的晚上8点16分，我的 B 站粉丝破3万啦！在2023年一整年的时间里边，我发了105条视频，总播放量破了160万。你们应该都在这3万的行列里边。当然，肯定还有很多人没有坐到我的副驾驶上边，大家就抓紧时间把关注点上，大家一起上车。2024年咱们就是一起冲！立下一个小目标吧，等到2024年底的时候，这个牌子上面要显示的是几万呢？大家来说5万有点太少，是不是？不然咱就直接凑个整，冲10万。到时候录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在这个牌子旁边一定要再放一块小银牌。3万粉了，我有3万粉。那除了这些呢，它还可以去看像世界时间啊、纪念日啊、天气预报啊，甚至还可以去看股市的这个涨跌。但是最好别看啊，这2天真的比我这个衣服还绿。都快绿到我的头顶了，难受。显然它不是一个必需品，但是不得不说，它的这些功能确实为我提供了非常强的情绪价值。那这个呢，就是幽兰子的像素风的一个桌面时钟。那相比较起来，刚才的点音，它就会更加的简洁一些，也更清晰的能够展示你需要的这些内容。如果你担心刚刚那个会影响到你的专注的话，那这个也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顶部呢，它有3个操作按钮和一个传感器，操作呢非常的简单，不需要去下载 APP， 直接通过手机就可以去设置它的功能。像我就勾选了时间、日期、天气、番茄钟。那现在呢，就是显示的时间已经是凌晨的4点28分了，就是我真的所有的剪片子还有录制，全部都是必须要在深夜完成，我才能够
就这种专注还有有劲儿。我在这个上边呢显示的是我的 YouTube 的粉丝数，现在是5000多，也得加油了啊！YouTube 的小伙伴们看到这儿了，点一个订阅不过分吧？谢谢大家。自身呢带有一块锂电池，所以即使不直接去连接充电线的话，它依然可以坚守在这个地方3-4个小时。放到这个位置呢，就时刻的提醒你对于时间的这种把控啊，时间很宝贵，去做你喜欢的有意义的事情吧。那在我的桌子上面呢有7个灯，那我准备挑3个最喜欢的跟大家来分享哈。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洛斐的氛围灯，就是我真的很喜欢，因为它的质感很戳中我，它的光照起来呢是那种非常柔和、温暖又很惬意的这种感觉。顶部呢是这种高透的亚克力的材质，有一点像是玻璃的质感。这个底部呢摸起来有一点这种金属的感觉啊，整体的设计呢看起来就比较圆润。那这里呢有一个旋转式的开关，可以无极的去调节灯光的亮度，主要起到一个烘托氛围的作用。除了单纯的这种照明之外呢，可以从这个后边的按钮去切换成烛光模式，它就可以跟随音乐的这个播放来去时音变化。那这个氛围灯呢是 Arclight 的量子灯。也是我专门为这次桌搭就入手的啊！一开始我没有舍得买，但是买了之后我就真的很爱，甚至白天的时候我都会开着它，去除了很多这种花里胡哨的这种没有用的装饰，主打就是一个简约。你看它这个上边，里边只有一条灯丝，但是它不单单是这样一根立着的灯丝，当你用手这样用力这样摇一摇的时候，它整个就会掉落下来，可以摆出各种这样的造型，主打就是一个随意。在顶部呢，这个地方它有一个磁吸啊，如果你想让它再站立回来的话，只需要这样翻转过来，它就再次拉回到直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，就非常的有设计感。那外罩呢是这种材料很高透的那种感觉，一整个拉起了我桌搭这个平均的颜值。现在我头顶为我背部补光的这个呢，就是幽兰子家的40瓦掌上 COB 摄影灯。像平时拍摄一些 talking 啊，也就是我们的 A 肉。打光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。那一般我在家里面拍摄的时候呢，都会用这种大型的摄影灯，但是这种呢是没办法架到我的桌面上的，太大了，所以呢我就入手了这一款。那它有40瓦的功率，光线的射程呢可以有3到5米，95加的显色指数可以更好的去还原真实的色彩。机身操作起来呢也非常的简单，2个调节旋钮配合调节模式和数值。灯头的重量呢460克，体积非常的小巧。内置了一块3400毫安的电池，在最高亮度下呢，可以持续工作70分钟。那前面我给它搭配了这样的一个柔光罩加格栅，就是让整个的光线更好的控制在我身体的范围，让整个的画面也更加的细腻和有质感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揭晓这整套桌搭的总花费了。据不完全的统计，生产力区所有的设备39138元，所有的灯2211元。时间情绪方面的1086元，没有算上我的摆件还有我的游戏机。充电区一共是1094元，总共是43529元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花的确实挺多的。你觉得我是一个冤大头吗？可以打在屏幕上边，我们互动一下。这里有小麦马克的频道，感谢你收看今天的更新，也希望你能够帮我点赞、投币、订阅，一键3连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现在拧吧，油条，油条，牛奶奶爱喝牛奶，牛奶奶爱吃牛年，神经。